为了让去世的老爹再也不当穷光蛋，我每天给他烧1000亿的冥币，可没曾想却惹得他从棺材里跳出来，甩给我2个大鼻窦，还警告我别再给他烧纸钱了，因为最近几年人们往阴间烧了太多大面值的冥币，导致冥界通货膨胀，冥币贬值，进而引发了地府的第3次世界大战。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武器，什么飞机大炮有啥来啥，这样他和手下的兄弟们才能割据一方，称王称霸。我听到冥界即将爆发战争，十分震惊，连忙询问老爹，他有了武器后能不能给我也谋个一官半职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当场自然死，毕竟我现在在阳间已经是一个妥妥的穷光蛋。父亲听完我的话，又是一个大瓜子。说只要我给他送的武器够多够先进，就可以托阴间的朋友给我回赠金山银山。不信的话，明天去家里老槐树底下看看，指定有2块金子。我一听到这，立马就打了鸡血，连夜来到家里的白石铺子，开始扎枪造炮。由于我家祖上6代都是干这行的，所以我做起纸扎来也是十分得手。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纸扎物品都可以送到地府，想要让武器送到冥界，就必须要盖上纸扎匠的通灵印，而通灵印的等级也分为9级，等级越高，能送到阴间的物件也就越多。由于我手中的通灵印只有2级，所以我现在只能送一些步枪和冷兵器。但老爹临走前告诉我，只要他在地府的官越大，我手里的通灵印等级就会越高。而且现在是地府战乱初期，先整过去几把机枪就够用。忙活了一晚上，我成功做出来了4挺重机枪和一些手枪，全都盖上通灵印，烧给了地府的老爹。一边烧还一边念叨着老爹一定要争口气，在下面保佑我发大财走大运。说着又拿起纸给老爹扎了一把倚天剑。第2天一早，我迫不及待地来到父亲说的大树底下，挖了半天，果然发现了2根沉甸甸的金条。看来老爸真的没骗我，这才烧了几挺机枪就返回来了2根金条。如果自己再多烧点，那不上天啊！兴高采烈的我刚要出门消费，却发现自家店铺门口已经围满了人，而且全都是受去世的亲人托梦来买机关枪的。我随机挑选了一位妹子请进门，而妹子一进来就告诉我，她昨天晚上梦见了去世的哥哥，说是让她来找我买机关枪和什么剑。闻言此话，我点了点头。我刚才就猜测这些事情应该跟老爸有关系，现在看来应该是老爸在给我拉生意。于是我要来了女孩哥哥的生辰8字后，立马开始着手制作机关枪。没一会的功夫，就在后院帮忙给他哥烧了下去。烧完这些，妹子居然还觉得不够，竟然问我能不能给他哥烧个原子弹过去，花多少钱他都愿意。听到这话，我的心简直在滴血。别说他觉得不够了，我都觉得不够啊！可惜我现在只能做些低级物品，因为我的通灵印只有2级，不然的话我老爸早就无敌了。所以我只能告诉妹子，自己现在的权限还很小，如果以后可以的话，肯定帮他烧原子弹。而妹子在临走前告诉了我名字，我叫方清雅，以后请多多关照。随后我又陆陆续续接待了几10个客人，全都是来找我买机关枪烧给过世亲人的，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。与此同时，地府那边也收到了我烧过去的武器。地府有专门接收阳间物品的机构，负责发放物品的2名阴差望着面前的一大堆武器，有些惊讶。阴差头目吩咐道：“东西是给月城的，马上把东西送过去吧。”紧接着几名阴差把武器放到几个大箱子里抬了过去，这些武器全都印上了名字和生辰，只能本人使用。很快我老爹就摸着我烧过去的武器满脸笑容，而他此时已经成了一座名叫月城的城主大人。其实昨天晚上已经有很多恶灵来月城打探实力，结果被他抱着的重机枪全都给打跑，而今晚注定会有更多的恶灵席卷而来。想到这，他立马安排手下们拿起机枪在城墙布防，准备迎接新一波的恶灵袭击。而恶灵都是由人的怨气形成的，作恶的力量比一般灵体更强大，之所以数量无穷无尽，是因为在阳间人人都有怨气，这些带有怨气的人进入了地府就会生成恶灵，而且怨气深重的人进入地府后所形成的恶灵会更加强大。但老爹他们是灵体，只要干掉恶灵就可以获得名利，从而升级自己的职位和实力。而恶灵干掉灵体的话，也可以获得名利，提升自身实力。两者唯一的区别就是恶灵还可以吞噬灵体。而就在此时，月城城下一名穿着铠甲的恶灵正不屑地望着众人。我为了让去世的老爹当场阎王，直接烧了一套顶配版军火给他。将士们左手持枪，右手持炮，飞机开路，坦克随行，舰艇成群，航母当道，无数导弹直奔地府，甚至还扬言要帮老爹1周之内统一阴间。而我之所以要给老爹烧这么多武器，只因最近几年人们往阴间烧了太多大面值的冥币，导致冥界通货膨胀，冥币贬值，进而引发了地府的第3次世界大战。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武器，什么飞机大炮有啥来啥，这样他和手下的兄弟们才能割据一方，称王称霸。很快我老爹就摸着我烧过去的武器满脸笑容，而他此时已经成了一座名叫月城的城主大人。其实昨天晚上已经有很多恶灵来月城打探实力，结果被他抱着的重机枪全都给打跑，而今晚注定会有更多的恶灵席卷而来。想到这，他立马安排手下们拿起机枪在城墙布防，准备迎接新一波的恶灵袭击。而恶灵都是由人的怨气形成的，作恶的力量比一般灵体更强大，之所以数量无穷无尽，是因为在阳间人人都有怨气，这些带有怨气的人进入了地府就会生成恶灵，而且怨气深重的人进入地府后所形成的恶灵会更加强大。但老爹他们是灵体，只要干掉恶灵就可以获得名利，从而升级自己的职位和实力。而恶灵干掉灵体的话，也可以获得名利，提升自身实力。两者唯一的区别就是恶灵还可以吞噬灵体。而就在此时，月城城下一名穿着铠甲的恶灵正不屑地望着众人，他正是月城附近恶灵的首领铁铠。如果铁铠真的能拿下月城，吞噬掉所有灵体，他就可以升为金铠，再努力一把回到阳间也是有很大几率的。讲明，昨晚我们派出的人只是为了试探你们现在的战力，你以为你们真的比我们强吗？要知道怨气是源源不断的，就算你们的武器厉害又能怎么样？在地府武器的灵力可是会耗尽的，我们数量多，耗也能耗死你们。听到铁铠自信的话语，月城的士兵们都感到不屑。铁铠正要继续放些狠话，没想到老爹突然大喊一声：“同志们，开干！”说完，士兵们飞快地把一排重机枪架在城墙上，重机枪猛然开火，
子弹刷刷刷的射向铁凯。铁凯有些措手不及，身后的恶灵急忙冲过来护着他。此时城墙上的众人兴奋的不得了，因为以前他们每次跟恶灵干仗的时候总是处于劣势，如今终于能一雪前耻了。一时间士兵们越打越勇，虽然大量恶灵被消灭，但是抵不住他们的数量多。大家继续在这里干，我先联系一下我儿子，让他给我烧更多武器。一听这话，众人都很开心，有城主的少爷在，就有源源不断的武器，对付恶灵根本就不在话下。说罢，老爹便来到一个角落启动了联络室。儿子在干什么呢？老爸，突然出现的声音吓了我一跳，反应过来的我马上回应：老爸怎么样？那些武器带劲吧？能给我弄一座金矿钻矿吗？我想买豪车买游艇。买你个头啊！我还没说完就被老爸打断。少做梦，干实事要紧。才弄了多点武器你就想发财？继续给我烧武器，除了重机枪，再来一些威力更大一点的武器。被老爸一顿怼，我有些郁闷。我说老爸，你再给我搞2根金条。没有拿到宝贝，我有些没干劲。我很清楚老爸的做事风格，就像古董店的老钱，鬼精的，总想着占便宜。他喵的整什么整？你掉钱眼里了？马上给我做武器，我还在打仗呢。麻溜的，只要今晚打了胜仗，我就可以升1级，这样咱家的透明印也能激活到3级，有了更高的权限，你才能发大财，懂不懂啊？闻言我一下子来劲了，转念一想，我又有些怀疑，老爸你不会是在忽悠我给你干活吧？听到这话，老爸再次破口大骂：滚蛋！连老子你都不相信，老子今晚要是失败，你永远别想发大财了。我笑呵呵道：好吧，我马上干活。对了，老爸，通灵印升到3级的话，可以烧什么级别的武器？迫击炮能整吗？铠甲勇士能整吗？而老爸表示没有过先例，让我看着整。跟老爸联络完，我就开始干活。至于威力大一点的武器，就手榴弹吧，制作起来也比较简单。不一会我就做了好几10个手榴弹，并烧了过去。老爸不是急用吗？先把这些给他烧过去撑一下。与此同时，地府里越城士兵身前的机枪渐渐开始毁坏。这玩意到了地府是有灵力的，虽然拥有无限子弹，但是灵力也会耗尽的。这些武器不能无限使用，况且这场战役打了这么久，灵力快要耗尽也是理所当然。不一会，大家的枪几乎都已经损坏了。见状，铁凯再次得意了起来。越城的火力降低了，都给我冲！江明，我现在给你一次投降的机会。就在恶灵大肆攻城的时候，阴差给江明送来了一批火，那是一大箱手榴弹。儿子啊，整得不错。江明心中也乐呵，说完就把手榴弹分发给士兵们。铁凯，我看你还怎么嘚瑟！铁凯，我看你还怎么嘚瑟！江明说完，率先扔出一颗，铁凯身前的一群恶灵瞬间被炸没了。岂有此理！越城怎么还有新武器？这下事情可棘手了。这样炸下去，他们还怎么冲？不是送死吗？兄弟们，狠狠干他丫的！江明斗志昂扬，士兵们刷刷的扔出手榴弹，轰轰轰，爆炸声连连响起，而且都是朝着铁凯扔的，害得他一直抱头鼠窜，还一边躲一边骂：你大爷的！铁凯气得不行，越城士兵扔得正爽，铁凯突然下了撤退令，小的们撤，都给我撤！他们现在已经被越城的火力给压制住，不能再打下去了。哼哼，打不过就想跑，老子还没打过瘾呢。江明抱着一架还能用的重机枪，对着铁凯就开始拼命射击，后者一边抵抗一边怼。江明，你特压够狠的，敢不敢跟我1对1打一架？铁凯气得直嚷嚷，他好歹是一方恶灵的首领，对付一个城主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哼哼，你当老子是白痴吗？我哪打得过你？干嘛要去送死？江明得意洋洋地说道。这时阴差又送来了一箱手榴弹，兄弟们又有手榴弹了，大家尽管扔。江明把手榴弹分给士兵们，众人都很开心，拉下引线就开始扔手榴弹。轰轰轰，爆炸声不停，越来越多的恶灵被消灭了，甚至铁凯也受了伤。都给我坚持住！铁凯大吼着，心里极其不爽。他喵的，他们做恶灵的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？被越城这么连轰乱炸，他们连撤退都来不及。对了，请援兵！这时铁凯拿出求救信号弹发射到天空中，红色光芒划过天空，最后呈现出铠甲的形状。此时其他城池同样正在奋战的恶灵看到了天空的求救信号，是铁凯在求救，那不是越城的方向吗？铁凯也太没用了吧，连一座城池都攻不下。小子们，我们这就去越城帮他。看到铁凯的求救信号后，其他地界的首领都率领手下过去，而那几个城池的人顿时松了一口气。话说越城太牛了吧，把恶灵打得都求救，我们也去越城吧，这附近的其他恶灵应该也都过去帮忙了。其他城池的城主也都带着士兵过去。江明他们扔手榴弹正扔得过瘾，铁凯恶狠狠地喊道：江明，我已经找了援兵，我就不信你还能撑下去。居然搬救兵，好啊，你尽管求救，来多少我就杀多少。江明依然有底气，因为儿子这个武器库会一直给他做后盾，他就怕恶灵们都撤退，那他就没有名利可赚，无法更快提升自己的等级。不一会，各方恶灵浩浩荡荡的出现，有一方恶灵手里都拿着大铁锤，比普通恶灵更强一些。铁凯，你怎么回事？你也太狼狈了吧！越城有那么难攻吗？你居然被人家给压制住了，真没用啊！你们别急着贬低我，你知道越城用的是什么武器吗？铁凯气愤道。其他首领急忙看向越城，只见城墙上守卫们正在分发手榴弹。他们怎么会有手榴弹？我就说嘛，铁凯不至于这么没用吧？这时候，其他城池的城主纷纷赶到，看到越城的装备后都被震惊到，难怪恶灵会求救。你们没有枪支弹药，还是我们自己来吧。既然来了，你们就一起见证一下，看我是如何虐死恶灵的。江明自信一笑说道。其他城主还是有些担忧，敌人数量这么恐怖，而越城就这么点人，就算有厉害的武器也很危险啊。他们正要劝说江明，可就在此时，城墙上方出现一个传送门，一大堆武器被传送了出来。
有重机枪，还有手榴弹。阴差为了方便送货，直接开启了传送。在爆发战争的时候，城主有权限使用传送。哇塞，好多武器！城主们都目瞪口呆了。这是从阳间捎过来的，原来江城主家有通明印，这下月城可发达了，随时都可以有武器送过来。江城主，你们月城还收人吗？甚至有些人还想加入月城，他们都知道通明印的意义，那简直像开挂一样。刚冲上来的恶灵们也目瞪口呆了。月城的武器也太多了吧，这仗还怎么打呀？而江明马上把武器发给了士兵们，兄弟们狠狠的干，过了今晚，我们月城就可以升到3级了。小样，你们数量多又如何？老子照样打死你！杀呀！士兵们斗志同样高涨，疯狂的突，一时间众人玩命的开火，手榴弹一个接一个的乱扔。见状，其他城池的人都惊呆了，看着月城的人痛快的输出，其他城池的城主守卫都羡慕不已。月城太厉害了，开了挂就是不一样。为什么我家没有？通明令在手，江城主父子那可就发达了。要是我侄女能嫁给江少爷，一定很幸福，我也能沾沾光。看来我今晚有必要托梦给我侄女。好主意，我也要给我的女儿托梦。你们想多了吧？江少爷只能娶一个。不结婚的话，多交几个女朋友也没关系，反正我们一定要结交到江少爷。其他城主都点了点头，也不管自己的想法是否荒谬。另一边城外的恶灵首领正心情不爽，他们从来都没有受过这种窝囊气。他喵的，月城太强了吧？这仗还怎么打呀？趁早撤退算了。可铁凯看向身旁的阴锤帮首领阴锤说道：“阴锤帮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点上啊！”阴锤帮，给我攻城！拿着特大铁锤的阴锤帮首领阴锤立即大吼一声，紧接着手里拿着铁锤的恶灵纷纷走向他。嗖，他们开始朝着月城扔铁锤。这不是凡间的铁锤，力量非常大。铁锤投出时，马上就有几名月城守卫被锤杀。可恶！江明眯了眯眼睛，阴锤帮可是恶灵中最强大的族群之一。兄弟们集中火力对付阴锤帮！江明指挥一声，一时间，所有重机枪、手榴弹都瞄准阴锤帮。阴锤帮准备防御。看到月城的意图，恶灵也早有准备。阴兆族首领一声令下，大量奇形怪状的恶灵出现在阴锤帮前方，他们周身都被黑暗的阴气罩包裹，防御力非常强，子弹和手榴弹攻击在他们身上，并没有造成任何损伤。等到第一排的恶灵扛不住后，后面的恶灵会立刻挺上，一时间他们还是挺难缠的。江明，让你嘚瑟，这下看你怎么奈何我们！铁凯看到这里，心里终于舒坦了一些。这里有不同种族群体，各大种族都有各自的优势劣势。比如铁凯是铠甲族，他们身上的阴气形成的是铠甲，他们可以防守也可以攻击。当然，这两个属性分别比阴锤帮和阴兆族弱一些。若不是被月城开挂，他们是不会攻城失败。这边江明陷入了思索，敌人现在既能防御又能攻击，月城根本就占不到什么便宜。你们先打着，我让我儿子帮我们烧一些能消灭阴兆族的装备。而此时我正靠在了躺椅上，烧了这么多，也差不多了吧。看着院子里的一大堆灰烬，我正想收手，老爸的声音又响起了：“儿子，我这边遇到了更厉害的恶灵种族，赶紧再给我烧一些别的武器。本来我占了上风，没想到敌人搬救兵了，你烧的那些武器不太好用。”听到这话，我顿时有些气急。老爸，你有没有搞错？重机枪、手榴弹都不好使。随后，老爹把战场上情况遇上阴锤族和阴兆族的事说了一下。对此，我有些郁闷。不是吧，恶灵这么厉害，还有防护罩。既然枪和炸弹都没有用，那我还能烧什么？通灵印的权限才2级，老爸我可没办法。老爹这时突然灵光一现。对了，我记得这种防御性恶灵的弱点好像是火，他们虽然有防护罩，但是灵体有些脆弱，给它加热以后应该可以烫死他们。你赶紧烧一些能喷火的武器。闻言，我马上就想到了一种武器，用喷火枪不就好了？那高温绝对带劲。老爸，我马上就做。就在老爸准备结束通话，老爸等等，有屁快放！我笑嘻嘻地说道。老爸记得照顾一下我店里的生意，就像之前那样，让人过来买武器。老子明白，我当然不能亏待我儿子。跟老爸结束通话后，我就开始干活，制作一些小型的喷火枪。很快20把喷火枪制作完毕，还做了些燃烧弹。盖完印写上老爸的生辰，就立刻烧过去。此时另一边的地府月城士兵正在疯狂输出，可敌人的损失却很小。被阴兆族保护着的铁凯得意洋洋，不停嘲讽着月城众人，而恶灵首领们也都是一脸得意地看着月城，尤其是阴兆族的首领更是骄傲。但阴兆族的防御力就是强，不管你们有多少武器都没用。可他们一看江明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那些恶灵首领隐隐有些担忧。月城的人怎么这么淡定？莫非他们有办法对付我们？铁凯忍不住说道：“江明，你别再假模假样了，你根本就没办法对付我们。我看咱也别这么将就了，赶紧休战吧。谁也无法奈何谁，今晚算是平局。不过你等着，下次我一定要拿下月城。”听到铁凯的话，其他恶灵首领也没有意见。众人都很清楚，他们今晚拿不下月城，敌人的武器太猛了，再加上其他城池也会帮忙，他们就更不可能攻下月城。经过今晚的战役，恶灵的损失不小，不过他们也长了一些经验，知道怎么克制月城的武器。下次攻城的时候，制定好战役计划，相信他们一定可以成功。然而恶灵首领正要下令撤退，却突然听到江明冷笑的声音：“啊，这就想逃跑了吗？还说我们是平局，我呸！你想休战了，我们还不想呢。”果然，城墙上的传送洞又开启，又有一大批武器传送了过来。众人急忙看了过去，顿时瞪大了眼睛。好多喷火枪，好多燃烧弹，就知道少爷会雪中送炭的。不愧是少爷，效率真高。这些装备都是用于火攻的，正好可以克制阴兆族。少爷威武！不行，我一定要让我妹妹追求他。今晚回去就托梦给他。
小芳，让你妹妹下手快一点。岳城众人都开心了起来，城外恶灵也惊呆了。他们怎么又有武器，还是用于火攻的？可恶！正在观战的各大城主看到那些喷火枪、燃烧弹，纷纷瞪大了眼睛。越城的挂可真厉害呀！江城主的少爷效率太高了吧？越城需要什么就有什么，照这样发展下去，越城肯定是地府的超级大城。事不宜迟，我现在就要给我女儿托梦，让她追求江少爷。我也要去，可我只有儿子。没事，让你儿子也试试，也许江少爷男女通吃呢。可我连儿子都没有。你老婆不是还年轻吗？让她上呗。对啊，我马上就去给我老婆托梦。城外那些恶灵已经大惊失色，再打下去，自己这边绝对会吃亏的。没准越城还能搞来大炮、原子弹之类的。现在恶灵都慌了，别打了，赶紧跑啊！铁凯大声喊道：“今晚这仗打得太窝囊了，再打下去只会更窝囊。想跑没那么容易，兄弟们放火！”江明拔出倚天剑，大声指挥着，越城的守卫们也巴不得赶紧出手。江明话音未落，他们就扣动喷火枪的扳机，刷刷刷，喷火枪喷出的火焰就像一条条火龙一样，轰轰轰！燃烧弹也势不可挡的在阴照族之间爆炸开来，熊熊火焰燃烧起来，阴照族恶灵在火海中渐渐化为灰烬，惨叫声响彻云霄。喷火枪之类的武器确实可以克制他们阴照族，不一会在越城的强势火攻之下，大量阴照族恶灵被消灭。快撤，跑啊！一时间恶灵们落荒而逃，他们没法抵抗。别让他们跑了，趁胜出击！重机枪、手榴弹什么的都给我用上，火力再猛一些。等到恶灵退到恶灵谷，就没法再追击他们。地府也是有战士规则，恶灵能够入侵城池，而城池的人不能入侵恶灵谷，因为恶灵谷是怨气之源，一旦进去就会受到怨气吞噬，从而变成恶灵。因此江明很清楚，要趁恶灵逃进恶灵谷之前，尽量多杀恶灵，除了可以让他们获得名利和功德提升地位，也能让下一世的气运强一些，还能为阳间做功德。只要恶灵少一些，阳间的怨气就会少一些。所以阳间一些整天充满怨气的人，还没有完全被怨气吞噬。越城的士兵们都知道这个道理，大家都使出所有的力气，拼命的开枪射击，拼命的扔手榴弹，两只手都没有闲着。如果可以的话，甚至他们都想用脚来帮忙。短短的一会功夫，无数的恶灵被消灭，其他城池的人看在眼里，都羡慕不已。消灭一个恶灵就有名利和功德，这么多恶灵被消灭，那名利和功德该有多少？如果可以的话，他们也想投入战斗。哎呀，我真是太羡慕了！恶灵一边撤退，一边保护着他们的首领。尽管越城火力很猛，但他们的数量还是有优势，不至于全军覆没。这些首领都能安全回到恶灵谷，他们的首领没事，死再多的恶灵都没关系，因为这些首领都有特殊属性加持，他们可以用怨气重新复活手下。恶灵的怨气可以源源不断的产生，他们从来都不需要担心兵力损失。此外，获得重生的恶灵比之前的实力会更强，所以恶灵都会心甘情愿的为各自的首领牺牲。江明看着城外，一脸遗憾的说道：“我们还是没能干掉那些首领，可惜呀！如果能消灭那些恶灵首领，他就能成为4级战士。”稍稍遗憾了一下之后，江明对身边的士兵们大喊一声：“同志们，清理战场吧，我们赢了！”听到江明的声音，越城众人都欢呼了起来。这是他们第一次把恶灵打得落荒而逃，名利和功德赚大发了，他们可以在地府名垂青史。出城门！江明一声令下，众人蜂拥而出，城外空中飘散着一大片一大片的名利，都是恶灵被消灭后留下来的。大家都一脸享受，看到这一幕，其他城池的人都羡慕不已。好多名利却没有他们的份，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，就好像乞丐看着富人吃大鱼大肉，却感觉太不爽了。今晚过后，越城的整体实力将得到疯狂的提升，越城的等级也会提升到3级。当然，实力越强，责任就越大。根据地府的法则，恶灵谷和城池是相互制衡的，城池越强，恶灵谷也越强。这听起来不是一件好事，毕竟双方阵营的实力差距永远不会拉开太大。不过江明他们反而很开心，恶灵变得越强，被消灭后送给他们的名利和功德就会更多，这事情何乐不为？高级玩家杀高级怪不是很正常的吗？因为越城变强以后，再杀低级恶灵获取的名利速度就会太慢，因此地府的法则设置的很正常，大家都没有异议。等到城外的名利全都被众人吸取后，越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城池突然被金色的光芒笼罩，金光洒向城池的每一处角落。这时候众人振奋地等待着，光芒出现后，也代表着越城终于升为2级城池了。随着光芒洒下，整座越城的面积开始增长，城墙更加坚固。参与战斗的守卫们，每人的头顶上都出现了金色的小花，一朵花代表的是1级，2朵花是代表的是2级。江明的头顶上有3朵金花，也就是说他现在是3级战士。升级后，众人都欢呼雀跃着。在地府，他们可以影响阳间亲人的气运，他们越来越强，亲人的气运就会越来越强。兴奋过后，众人想着江明父子的功劳最大，便激动地表达感激，甚至跪了下来。多谢城主大人带领我等升级，多谢少爷。大家都明白，没有城主父子，他们不可能击退恶灵，也不可能获得这么多名利和功德，所以他们都是发自肺腑地感谢江明父子。大家不必客气，功劳也不都是我家的，今晚兄弟们都非常辛苦。对了，你们不是说要给我儿子送好多女朋友吗？还不快点去托梦！要是我儿子不想有太多女人，很多人可就没戏了。对，众人也都想起了这事。江明家可是有通明印的，江城主在地府一定会起飞的，到时候他儿子也该走上人生巅峰了。他们必须赶紧给家里的姑娘找个强大的靠山。对了，各位城主，感谢你们想要帮忙的心意。我儿子住在林州市郊外，开着一家白事店，日子过得有点穷，你们应该也需要武器吧？赶紧托梦给家里，光顾一下我儿子的生意。真的太好了！其他城池的众人马上眼冒金光。多谢江城主，我马上托梦。对
对，我也要给我女儿托梦。那些城主感谢完后，就赶紧去托梦了。岳城众人见状，更是火急火燎。他喵的，你们又不是岳城的，竟然也想掺和一下！你们买武器也就算了，竟然想攀上我们少爷！我侄女长得水灵灵的，身材也好，少爷一定能看上。我老婆更漂亮，韵味十足，不是那些小姑娘能比的。我觉得少爷这种年纪的应该喜欢熟女。你来真的，居然想送老婆？他喵的，我家里没有女娃娃，不知道少爷喜不喜欢男的。众人都议论纷纷，对其他城主的行径感到不耻。听到这些话，江明得意洋洋的在心中嘀咕：儿啊，老爸只能帮你到这儿了，一定要加把劲儿，好好谈谈恋爱，尽快生下孩子。等老子有能力回到阳间了，第一时间就要看到我孙子孙女。阳间的我自然不知道地府的情况，也不知道老爸为我做了什么。这时候我正乐呵呵地盯着通明印，通明印升到3级了，老爸可以啊！既然我帮老爸打了胜仗，他会帮我搞金矿吗？我真是激动啊！对了，我之后能给老爸烧点什么呢？布加迪威龙可不可以？我摸着下巴嘟囔着，想了一会，也没有想到烧什么，累了一天，很快就睡了。翌日都快10点了，我起床的第一时间就赶紧去了大树下，想看看老爸又给我弄了什么宝贝。没想到打开铁匣子，里面只有香纸，其他啥也没有。我郁闷不已，他喵的怎么没有宝贝了？好啊，老爸，亏我昨天忙活了那么久，你居然不给我弄宝贝，哪怕是一根金条呢？我心中一阵抱怨。看到不远处的铁锹，我走过去。我现在有一种想掘老爸棺材的冲动。这时候，老爸江明的声音传来：“儿子，好消息，老子升级了，现在是3级战士了。昨晚打得真爽啊！你烧来的武器太带劲了，儿啊，你为啥拿着铁锹？”听到老爸的声音，我冷哼一声：“你来的正好，我正想把你的棺材给掘出来。”小兔崽子，你敢！小爷的宝贝呢？你打了胜仗挺爽啊，小爷我可亏大发了，早知道就不给你烧武器了，我现在就去掘你的棺材。等等儿啊，那个你别急嘛，老子怎么可能亏待你？昨晚是这样的，我们不是打了胜仗吗？兄弟们都很开心，非要拉着我喝酒。你老爸不太会喝酒，才喝了几杯酒就倒了。听到这里，我嘴角一阵抽搐。帮我弄个宝贝，能浪费你多长时间？你就不能弄完再喝酒？别解释了，你根本就是没把我的事情放在心里，我这就挖你坟去。哎呀，儿子，不要冲动嘛，老爸会补偿你的。今晚肯定给你更好的宝贝，而且我打仗的时候还想着给你拉生意呢。很快就有更多人找你买武器，我还为你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儿，以后你会感谢我的。好，那我就再信你一次。闻言，我这才把手里的铁锹放回原处。如果明天早上我再看不到宝贝，我一定会掘你的棺材。老爸，你刚才说为我做了一件重要的事，还说我会感谢你的，究竟是什么事？哎呀，现在说了多没意思，你以后就明白了。儿啊，一定要加油！现在老爸在地府已经是一城之主，你在阳间也加把劲儿。作为我的儿子，你最起码要当上林州市的首富才行。当上首富，说得轻巧。我撇了撇嘴，当首富前最起码要有上亿的资产，而我现在赚钱都费劲，每天累死累活的做武器，虽然能够几万的进账，但是成为首富对我而言，简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。你别打岔，你到底为我做了什么重要的事？不是要给我一座金矿钻矿吧？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儿子，你别着急嘛，那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，说出来多没意思，你就等着吧，会让你满意的。同时暗想江辰多久会有孩子？2年之内能办到吗？他已经安排的妥妥，只要江辰这边不出问题，他很快就能看到孙子出生，想想就开心。此时的我还不知道，那就是今天早上，很多人醒来之后都一脸茫然。一个农家院里，妈，昨晚我爸来梦里找我，说是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，让我赶紧去相亲啊。跟谁相亲？是林州市郊外的一个叫江辰的青年。既然是你爸托梦告诉你的，那对象肯定靠谱，快点去吧。哥哥竟然托梦让我追求江辰，我们只见过一面，是不是不太好吧？既然是哥哥交代的，我跟他相个亲也没什么，也许我跟他真的合适呢。孙女儿，你今天别工作了，赶紧把自己捯饬得漂漂亮亮的。奶奶为什么？当然是去相亲的。可是我有男朋友。切那个妈宝男，你俩早晚得分，现在分了算了。你爷爷可给我托梦了，说给你找了一个更优秀的对象。你这个短命鬼说什么呢？竟然想让我改嫁，还说是为我好。好吧，反正我最近也不忙，去就去呗。我倒要见识一下这个叫江辰的弟弟有什么好的。爸，你不会是托梦耍我吧？让我跟一个叫江辰的男的结婚？你儿子我可是直男，我倒要过去见识一下，这个男的到底有什么可值得我健身的。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出现，很多人都被死去的亲人托梦，都要去林州市找江辰相亲。现在众人基本上都在路上，这时候我对这一切一无所知。我一边看店，一边上网查找武器，想着下次应该做哪些武器，每天必须换新武器和厉害的武器，而且数量上也要达到上限。不一会我心中已经有了想法，我可以做迫击炮，还有各种威力大的炸弹，应该能帮到老爸他们。既然通灵印等级已经3级了，那么烧战车之类的应该可以吧。想到这里，我马上动手了。我先是做了一些迫击炮和各种炸弹，然后开始制作战车。对着手机图片，我很快就做出了一辆装甲车。对了，为什么一定要做出中规中矩的装甲车呢？我自己改装一下不就行了吗？望着手里的战车成品，我灵光一现，作为地府的特供军火制造商，我完全可以自己改装。想到这一点，我就付诸行动了。我制作了一些其他武器，都加在了装甲车上，重机枪、火箭筒、榴弹发射器、迫击炮什么的都给安装上去了。当然，各种武器的本身结构没有改变，毕竟我不懂制造，只需要加装就可以了。大功告成，我笑呵呵地拍了拍手。
手，怎么看起来好怪异啊？不像是正常的武器，还有点丑。看着身旁奇形怪状的装甲车，我有点郁闷，改装的都不像装甲车了。算了，只要威力在，好使就行，模样不重要，反正是烧给老爸他们用的。我的心还是很大的，反正武器能用，看着不体面也无所谓。我不打算修改了，盖完了印章我就要烧掉。江晨，这时候一道好听的女声传来。这声音好耳熟啊！江晨看了过去，来人正是他昨天的一位顾客方清雅。今天方清雅身穿白衬衫加浅蓝色牛仔裤，看起来青春靓丽，引人注目。她进来时还提着一个礼盒，看向江晨的目光充满柔和。方姑娘是你啊，快请坐。江晨笑呵呵地走过去接待。坐下后，方清雅注意到了一旁的怪异玩意，不禁有些奇怪。这东西看上去好像是武器，又好像不完全是武器。江晨，你又做了什么东西啊？江晨挠了挠头，呵呵，这是武器，给我爸做的，我自己改装了一下，就变成这个样子。不过应该很好用。方姑娘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方清雅低了低头。我哥哥又给我托梦了，让我好好感谢你，说他升级了，都是你的功劳。江晨，真是谢谢你了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收下吧。说话间，方清雅把一个礼盒放到桌上。为了让去世的老爹再也不当穷光蛋，我每天给他烧1000亿的冥币，可没曾想却惹得他从棺材里跳出来，甩给我2个大鼻洞，还警告我别再给他烧纸钱了，因为最近几年人们往阴间烧了太多大面积的冥币，导致冥界通货膨胀，冥币贬值，进而引发了地府的第3次世界大战。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武器，什么飞机大炮有啥来啥，这样他和手下的兄弟们才能割据一方，称王称霸。我听到这些话十分震惊，连忙回家给老爹烧了一大批武器过去。可老爹也凭借我烧来的武器打败了席卷而来的恶灵，直接让他的城池升到了3级。怎料老爹打了胜仗后却没有给我送金山银山，反而给我找了一大堆美女来折磨我。就在我马上要被美女们分尸时，老爹的身影却出现在我面前。见状，我立马对着他破口大骂起来，没想到却说不出话来。儿子，是我操作了一下，你可以在心里跟我对话了。要是在这场合说出来，人家会把你当傻子的。江晨这才反应过来，有道理啊。老家伙，我正想跟你算账呢。今天这些女人是什么情况？她们坚持要跟我谈对象，还怎么拒绝都拒绝不了，她们是不是神经病啊？呵呵，这都是我的兄弟们给家人托梦的，他们都想攀上咱家，而这些女人为什么照做？那肯定是他们在地府的亲人说了一些情话，8成说的是气运的事情。你注意到了吗？来找你的女人大多都是富婆级别的，他们这种人很愿意相信气运的说法，所以他们可不是白痴啊，知道攀上咱家能获得更多气运，他们当然愿意跟你在一起。而且我儿子长得高大英俊，很吸引女孩子的，他们就更愿意嫁给你了。江晨终于明白了，气运确实有不少人相信，他们给死去的亲人找风水宝地安葬，就是为了自家的气运。行了，咱不多说这个了，快点考虑一下有没有满意的姑娘，老子早就想抱孙子了。听到这话，江晨无语了。结婚当然是他的心愿之一，可是也不能直接这样选妻吧。那个姑娘们，大家不要再吵了，在我店里只能买东西，不要整其他的，不然就别怪我赶人了。江晨只能说一些强硬的话。我当然买东西，给我来一架重机枪，我要手榴弹、燃烧弹，我买火箭筒。女人们怕江晨赶人，急忙开口道：“好，你们登记一下吧，记得备注你们去世群人的姓名和生辰，还有一个一个慢慢来，不要急。如果你们相信我，就先付钱吧。”女人们闻言都开始认真登记了，然后又朝着江晨围了过来。江晨，我们加个微信好友，我要付钱。是啊，先加好友，方便转账。女人们一个个的都满眼火热的看着江晨。江晨叹了口气，展现出自己的微信2维码，让他们轮流扫码加好友。虽然他很希望这些女人马上在他面前消失，但是生意来了，他也不能不做，还是赚钱最重要。每人支付1万，付钱吧。他没有认真的算价格，直接统一收钱了。这些人是过来骚扰他的，他没有要更多就已经不错了。反正这些女人都不差钱。果然，女人们听到价格后，毫不犹豫的付钱了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好了，你们已经买完东西了，恕不远送。江晨下逐客令了，那些女人都有些恋恋不舍，但还是准备离开了。等一下，江晨，你要是有空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去吃大餐怎么样？江晨有空跟我去旅游吧。江晨，我可以跟你约会吗？临走前，女人们还不忘勾搭江晨。江晨的表情瞬间凝固了。等到女人们真正离开，他才松了口气。此时店里就剩下他跟方清雅。江晨为什么来了那么多女人，而且他们还要跟你结婚？方清雅也被震惊的不轻，不由得问道：“嗨，别提了，都是我那个在地府的老爸瞎搞，因为他别人才托梦的，给我整这么一出。一提起这是江晨就不爽，他喵的老家伙就知道坑儿子，也不问问他的想法，就这么自作主张了。”托梦，那我的情况也一样啊。方清雅想了想说道。江晨微微一怔，真是你哥给你托的梦？是啊，不过他只是说让我跟你在一起，没说为什么。你啥都不清楚，就这么听你哥的话？难道你真的？江晨挠了挠头问道。气氛一时间有些微妙，方清雅更羞涩了。从前天第一次见到江晨后，他就对他有点意思。可能这就是缘分吧，他对别人从来没有这样过。跟江晨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感到很放松很舒服，也许他真的是对的人。嘿嘿，儿子，这姑娘跟其他女人不一样，她好像真的爱上你了，你一定要把握好。目前我最满意的儿媳妇就是她，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，还很温柔，绝对配得上你。老爸，你不会是在骗我吧？臭小子，老爸怎么会骗你？在你的终身大事上，老爸可从来不含糊。这姑娘你一定要珍惜，老爸升到5级之后就可以返回阳间了。到那时，你要是还没有结婚生子，看我怎么教训你。闻言，江晨嘴角有些抽搐，这让他瞬间想起了小时候的遭遇，不是跪搓衣板，就是挨树枝抽，特别疼。行了，就说到这里吧，别忘了我的警告。对了，这2天多做些武器，很快又要爆发大战了。话音落下，江明就结束了通话。江晨一时有点头大，结婚生子那是肯定要做的，可是老爸催的也太紧了，还是先谈个恋爱吧。
只因跟阎王打麻将输了10万亿，老爹一怒之下直接召集了1万阴兵准备造反，怎料连城门都还没见到，就被附近的10万恶灵大军给打回了老家。气急败坏的老爹一怒之下怒了一下，没有了办法的他本准备待在城中等死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想起了自家的祖传手艺，于是通过托梦告诉了我他的造反计划，让我给他烧各种各样的武器，飞机大炮有啥来啥，只要他在地府造反成功，他就能跟手下的兄弟们割据一方，称王称霸。我听到这些话十分震惊，连忙回家给老爹烧了一大批武器过去，而老爹也凭借我烧来的武器打败了席卷而来的恶人，直接让他的城池升到了3级。怎料老爹打了胜仗后却没有给我送金山银山，反而给我找了一大堆美女来折磨我。就在我马上要被美女们分尸时，老爹的身影却出现在我面前。嘿嘿，儿子，这姑娘跟其他女人不一样，她好像真的爱上你了，你一定要把握好。目前我最满意的儿媳妇就是她，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，还很温柔，绝对配得上你。江晨回过神来看向方清雅，对方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姑娘。那个方姑娘，你来了这么久，我还没给你倒茶，现在给你倒上啊。江晨挠了挠头，拿着茶壶给方清雅倒了一杯茶。他也感觉对方是喜欢他的，可是两人才刚认识，他一时间有些束手无策。他可没有什么恋爱经验。方清雅先喝了一口茶，然后道了声谢谢。两人之间的气氛有些微妙。江晨，你新做的武器威力很大吗？方清雅主动找话题说道。江晨看向自己做的战车笑道，那当然，我家装了那么多武器，威力绝对够用。其实他有点不确定能不能给老爸烧过去，毕竟他也不了解3级通灵印的权限。现在应该相当于地府的特工军火制造商吧？是啊，江晨回道，他有通灵印，可以不断的为地府烧武器，当然算是地府的军火制造商。是不是什么都能烧过去？你现在烧的只是现实世界常用的武器，就没想过烧一些非现实世界的武器吗？比如变形金刚之类的，或者是恐龙猛兽之类的。听到他的话，江晨顿时如拨云见日，茅塞顿开。方清雅还挺有主意啊，我可以从这方面研究研究。烧变形金刚之类的权限好像不够，烧恐龙猛兽之类的倒是可以试试。不过直接烧动物的话，威力可能还不如炮弹。如果做机械动物，再给他假装一些厉害的武器，那就带劲了。方姑娘，你认为呢？江晨想了想问道。江晨，你不要喊我方姑娘了，我都没喊你江老板，我们已经认识了，应该算是朋友了吧？说的是，那我就叫你清雅了。我刚才的想法还可以吧？做成机械动物，再加装枪支弹药，威力肯定不会小。有了合适的想法之后，江晨马上就动手了。先对着一张猛虎的照片做出一个模型，再安装一些武器，包括重机枪、火箭筒之类的，还做了一些恐龙、大象、熊什么的。他还做了一个巨人，加装了各种武器，这种有点类似变形金刚，虽然威力会弱一些，但他不确定能不能烧过去，可以先留着以后再用。几十分钟后，江晨已经做了一大堆模型了，然后在纸上画出详细的模样。你可真厉害，画得太像了吧？就是做的东西有点小。哈哈，当然小，如果每一个东西都做出真实的大小，那就太麻烦了吧，会累死的。我在上面标注了尺寸大小，烧到地府就可以变大了。当然我也不能把尺寸写得太大，不然过不了权限。江晨一边解释一边画，你可不要以为我多么的天才，为了学好这门手艺，我可是吃了不少苦，总是被我老爸罚跪搓衣板了。一想起往事，他就感到一阵心酸。刚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这些手艺，但是他年龄那么小，做出来的东西肯定不堪入目，没想到还是要被老爸无情的大骂。听到这里，方清雅有些忍俊不禁。原来你这么惨啊，还跪搓衣板？哎，我爸的花样多着呢，我都快被他打成金刚不坏之体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每次在学校闯了祸，被老师体罚都感觉不疼不痒。哈哈，真的呀？那你是不是应该感谢你老爸？制作完毕，江晨把武器都盖上通灵印，然后烧掉。如果不是遇到了你，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逝去的亲人到了地府还要打仗。方清雅一脸感叹地说道。其实我也是刚知道的，是我老爸之前突然给我托梦说了这一切，他没有说出全部事实，没有说他老爸可以主动找他，挺吓人的不是？你还要给很多人做武器，一个人能忙得过来吗？就没想过开工厂？方清雅疑惑道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江晨早就想过，可是有一个麻烦，制作出来的武器必须盖上他家的通灵印，交给工厂生产的话，他还需要一个个的盖印章，这样太麻烦了。而且他也不是靠着卖武器赚钱的，主要由老爸帮他弄宝贝赚钱，很多情况你不了解，反正我是没法开工厂的。江晨摆了摆手说道。不过雇一些人帮他一起制作倒是可以，要是雇人的话，需要招老手，技术必须过硬，新人是不成的，因为他爸以前说过，烧给地府的东西不能制作的太马虎，必须让老手做，这样做出来的质量更好些。比如说做的武器有点粗糙，烧到地府以后，武器的灵力就差了些，打仗的时候用几下就损坏了。正因为如此，从他小时候开始就被老爸逼着学手艺，现在江晨在这门手艺上已经是个老手了。对了，要能打怪，就算不用武器，应该可以吧？方清雅又有了一个脑洞，急忙说道。不用武器的话，用什么对付恶灵啊？不管在哪个世界，打仗最需要的不就是武器吗？江晨摸着下巴说道。在地府打恶灵，就相当于玩网游，装备武器是必不可少的。如果说不用武器，他现在还真想不到能用什么。方清雅沉思了一下。我觉得吧，武器是外部条件，自然是不能缺少的。除此之外，内部条件也应该达到吧？比如提升本身的实力，就像小说中修炼一样。你是不是可以制造一些圣果、灵液之类的吗？方清雅的一席话，再次令江晨如拨云见日，茅塞顿开。说的对啊，既然他什么都可以做出来，为什么就不能给老爸做一些提升自身实力的东西？清雅，你说的有道理。我可以做一些神奇的果实，再做一些武器，我马上就试一试。江晨开心道。之前那些女人买的武器他还没有做完，就在江晨准备工作时，方清雅突然出声。江晨，你看我可以做这个吗？江晨愣了一下，你也学过这种手艺？我以前很习惯制作各种小玩意儿，
算是有点经验。好，那你先制作一个看看。方清雅拿过一些竹条，跟江晨一起看着照片制作了起来。很快，方清雅做出了一个火箭筒。江晨见状不由惊了一下，这姑娘还是很厉害的嘛，做的有模有样，质量也不差。等她最后贴纸的时候，再给她稍稍完善一下就行了。真是一个优秀的姑娘，江晨不禁对她多了点好感。有了方清雅的帮忙，江晨制作武器的效率提高了很多。此时月城上方突然开启了传送洞，这是3级城池的权限，如果有东西烧过来，可以自动启用传送洞。见状，城里众人都跑了过来，充满期待。大家都知道，这应该是少爷又烧武器给他们了。少爷的效率真高啊，这么快就弄来武器了。少爷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太大了，这次一定也是惊喜，不知道会是什么厉害的武器。我真是越来越喜欢少爷了。城主大人是个老帅哥，少爷应该也很帅。你这个大老爷们想干什么？我都起鸡皮疙瘩了。就是，别来恶心我们。哎，也不知道我女儿事情干得怎么样了，有没有泡到少爷？拉倒吧，看你长得这样子，你女儿应该也不怎么样，还是我孙女成功的可能性更大。我孙女长得那是相当漂亮，而且我特意交代过她，让她一定要多给江晨一些承诺，比如给她买车买房什么的。我侄女长得也不差呀，还是个高学历，江晨少爷一定会喜欢。我也给我妹妹托梦了，希望她加把劲儿。我也给我儿子托梦了，让他多了解一些男人的学问。我靠，你可真够狠啊！还是看看少爷给我们捎来了什么吧。如果江晨听到了他们的话，恐怕会当场吐血。他瞄的我江晨不搞基，你儿子不要过来呀！在众人的视线中，传送洞中渐渐浮现出一大堆武器，都是些大家伙。看到这里，月城众人都呆住了。这都是啥玩意儿啊？那是车吗？怎么四不像呢？那些是动物吗？为啥身上插着武器？我勒个去！小兔崽子，你这是坑爹呀！这些都是啥玩意儿？靠谱吗？不要瞎做武器好吗？怎么还有动物呢？大人，咱不能太早下定论。少爷捎过来的武器，那肯定是靠谱。一名手下眼冒金光的看着这些武器，他觉得少爷永远值得相信。好吧，能不能用，我试试就知道了。这个臭小子可真会玩。说完，江明直接钻进了装甲车中，启动了车子。兄弟们，我去恶灵谷了，试试这辆车的威力。虽然他不能进恶灵谷，但他在人家家门口轰几下可以吧？我们也上城墙吧，去见识一下少爷捎来的装备。这装甲车虽然看起来有些怪异，但威力应该不小。是啊，我们走。众人便笑着一起上了城墙，而江明直接开着装甲车出了城。而此时，恶灵谷中一座黑气缭绕的古堡内，铁凯正坐在主位上，一脸期待地盯着不远处的池子。那是怨气池，这一大片阳间区域产生的怨气，最后会全部进入池中形成恶灵。怨气池算是孕育恶灵的地方，也是给予他们重生的地方。恶灵被杀死后，只要死得不甘心，都会产生怨气。这些怨气会进入怨气池，怨气池会给予他们重生，并给他们注入一部分新的怨气。这些恶灵重生后，除了会变强，还会带一些类似抗体的属性，以后就不再惧怕之前遭遇过的武器了。因此，铁凯现在很期待，等恶灵们重生，他就能继续入侵月城了。现在月城升了1级，他们恶灵谷也随之升级扩大，他们的数量会更多，力量也会更强。几千年以来一直如此，这就是地府相互制衡的法则。江明之前输给你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扳回来，我要吞噬掉你的灵体，我要重返阳间。此时一名恶灵冲进来，首领，月城来人了。什么？他们敢来恶灵谷，不要命了！恶灵谷谷口，江明开着那辆四不像的装甲车大摇大摆地停在谷口正中央，车顶上架着重机枪，车身两侧挂着火箭筒。江明从车窗探出头，铁凯你个龟孙，不是说要跟我1对1单挑吗？你爷爷来了，出来呀！谷口聚集的恶灵们面面相觑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此时恶灵谷内突然涌出大批恶灵，为首的正是铁凯。江明，你找死！竟敢来我恶灵谷撒野！江明嘿嘿一笑，缩回车里，拿起车载对讲机。虽然这玩意儿在地府有没有用他不知道，但喊话总没问题。铁凯，你上次不是说单挑吗？你爷爷来了，咱俩1对1，谁跑谁孙子！铁凯气急反笑。江明，你是不是傻？我现在手下数万恶灵，你一个人加一辆破车跟我单挑，怎么不敢？堂堂恶灵首领，就这点胆量？铁凯听到这话瞬间脸色一变，因为他还真不敢跟江明单挑。谁知道那辆四不像的车有什么威力？毕竟他要是被消灭了，整个恶灵群就完蛋了。于是铁凯冷声道：江明，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话音未落，数千恶灵蜂拥而上，江明眼睛一眯，踩着油门冲进恶灵群。装甲车上的武器猛然开火，顿时间火光四射，冲上来的恶灵瞬间被消灭。后续的恶灵见状，一时间不敢上前。什么？铁凯眼珠子差点瞪出来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撤！快撤！铁凯终于反应过来，大吼着下令。然而江明哪肯放过这个机会，他开着车在恶灵群中横冲直撞，车上的武器轮番开火，打得恶灵们哭爹喊娘。铁凯脸色铁青，咬牙切齿道：江明，你别得意，等我的恶灵谷升级完毕，我一定要让你血债血偿！说完，他一挥手，带着残兵败将逃回恶灵谷深处。江明也不追赶，因为他不能进恶灵谷，否则会被怨气侵蚀变成恶灵。不过今天这一仗打的是真他娘的爽。此时阳间的江晨已经送走了方清雅，他瘫坐在椅子上，望着满地的竹条纸张和工具，长长的叹了口气。老家伙，你给我整的这是什么事啊？江晨揉着太阳穴，脑海里还回荡着那些女人争相要嫁给他的画面。不过说实话，方清雅那姑娘确实不错，温柔漂亮，还懂他这一行。最关键的是，他看自己的眼神是真的有光。江晨甩了甩头，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暂时压下，起
身走向院子，刚才烧给老爸的那些武器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，特别是那辆改装的四不像的装甲车，老爸该不会骂自己坑爹吧？正想着，江明的声音突然在脑海中响起：“儿子，你他喵的给老子烧的什么玩意儿？”江晨嘴角一抽：“怎么了？不好使？好使，好使个屁！那装甲车虽然丑得老子想吐，但威力他喵的太带劲了。老子刚才开着它去恶灵谷门口溜达了一圈，那些恶灵被我打得屁滚尿流。那你骂我干啥？老子这是夸你，听不懂好赖话啊！”江明哈哈大笑。不过儿子，你给老子整的那些机械动物是什么鬼？那老虎身上插着火箭筒，大象鼻子里含着炸弹，你他喵的是不是小时候动画片看多了？江晨翻了个白眼，好用就行，你管它长啥样。对了，老爸喷火枪真的能克制阴照族吗？这话一出，江明的声音顿了顿，随即变得严肃起来。儿子，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，你捎来的喷火枪和燃烧弹确实好用，昨晚我们差点把阴照族全歼了。但是恶灵谷那边出了点问题。江晨心里一紧，连忙询问：“你也知道，恶灵被消灭后，只要死的不甘心，就会产生怨气，这些怨气会回到怨气池，让恶灵重生。重生后的恶灵会带有一些类似抗体的属性，以后就不再惧怕之前遭遇过的武器了。”江晨倒吸一口凉气：“你的意思是喷火枪下次就没用了？”不只是喷火枪，铁凯那孙子手下的恶灵已经重生了一批，我派人去探查过，那些重生的阴照族恶灵身上多了一层淡蓝色的光罩。那是什么？寒冰罩。他喵的，这些恶灵重生后居然自带寒冰属性，正好克制咱们的火攻。老子在恶灵谷时用喷火枪试了一下，效果大打折扣。江晨沉默了，他没想到地府的战争竟然这么复杂，恶灵居然还能进化，还能产生抗体，这他喵的不就是打游戏里的 BOSS 吗？老爸，那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你继续给老子做武器，既然火攻不行，那就换别的。你不是做了装甲车吗？那玩意儿好用，再给老子多做几辆，虽然看着怪，但威力不小。行，我明白了。对了，儿子，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。怎么了？恶灵谷升级了。江晨一愣，升级？对，咱们月城升到3级，恶灵谷也跟着升了1级。现在恶灵谷的面积扩大了将近1倍，里面的恶灵数量也跟着暴增。最要命的是，恶灵谷深处出现了新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一座塔，那座塔通体漆黑，周围环绕着浓郁的怨气，隔着老远都能感受到压迫感。我怀疑那是恶灵谷的核心建筑，类似于咱们城池的城主府。江晨心里一沉，那岂不是说恶灵那边也有首领级别的人物？应该没错。铁凯那孙子最近老实得很，一直缩在恶灵谷里没出来。儿子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如果那座塔真的完工，恶灵那边可能会有大动作，所以你得抓紧时间给老子做武器，越多越好，越厉害越好。我明白。江晨郑重点头。老爸你放心，我连夜赶工。行了，就这样吧。对了，今天来找你的那些女人有没有看上的？方清雅那姑娘真不错，你抓紧点，老子还等着抱孙子呢。给我滚！结束和老爸的通话后，江晨站在工作桌前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下午4点多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便挽起袖子开始干活。老爸说的对，现在不是想那些乱七八糟的时候，正是要紧。他先是按照之前的思路，又做了3辆改装装甲车。这一次，他吸取了教训，没有把车做得太丑，虽然还是有点四不像，但至少能看出是车的样子。做完装甲车，他又开始做机械动物，老虎、狮子、大象、熊、狼，各种猛兽模型摆满了桌子。江晨一边做一边琢磨，光有动物还不够，得给他们装上武器。老虎嘴里含着1枚燃烧弹，背上架着2挺重机枪，大象鼻子里藏着火箭筒，身上挂着榴弹发射器。狼群速度快，就给他们装上轻型冲锋枪和手榴弹。江晨越做越兴奋，手上的动作也越来越快，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凌晨2点。江晨揉了揉发酸的眼睛，望着满桌的成品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想到了方清雅白天说的话：“你是不是可以制造一些圣果、灵液之类的，让地府的人提升自身实力？”对啊，光有武器不行，还得提升自身实力。他立刻放下手中的工具，开始在脑海里搜索可以制作提升实力的东西。圣果、灵液、丹药，这些东西他从来没做过啊。江晨挠了挠头，突然灵机一动，对了，既然纸扎的东西能烧到地府变成食物，那我做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是不是也能行？比如他做一个力量果实的纸扎，烧到地府后是不是真的能变成提升力量的果实？再比如他做一个修炼灵液的纸扎，烧到地府后是不是真的能让人吸收修炼？江晨越想越觉得可行，立刻动手。他先是制作出一个果子形状的纸扎，然后在一张纸上写上力量果实，服用后可大幅提升力量。写完他又觉得不够，又加了一句地府特供绝对有效，最后再把这张纸贴到果子上。做完这个，他又开始做修炼灵液。这一次他做了一个小瓶子，里面装着他用墨水调制的灵液，瓶身上写着修炼灵液，吸收后可提升修炼速度。盖完通明印，写上老爸的生辰八字。完工后，江晨就把这些新玩意儿连同武器一起烧掉。老爸，儿子只能帮你到这儿了，剩下的就看你自己。此时另一边的地府月城中，江明正站在城墙上，望着远处的恶灵谷，眉头紧锁。那座黑色的塔又高了一些，塔身周围环绕的怨气也比昨天更加浓郁，隔着这么远的距离，他都能感受到那股令人心悸的压迫感。城主大人，少爷又烧东西过来了。哦，这次烧的什么？好多东西，装甲车、机械动物，还有一些奇怪的小玩意儿。奇怪的小玩意儿，走去看看。一行人来到城中心，传送洞正缓缓关闭，地上堆满了各种纸扎物品。江明先是看了看那些装甲车和机械动物，满意的点点头，不错不错，这小子效率挺高。然后他的目光落在那些奇怪的小玩意儿上，力量果实、修炼灵液，这他喵的是什么鬼？城主大人，这上面写着服用后可提升力量，吸收后可提升修炼速度。废话，老子认识字儿。问题是这玩意儿真能行吗？众人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确定。就在这时，果子突然发出淡淡的金光，瞬间散发出诱人的香气。
而瓶子也散发着一股玄之又玄的光芒。什么？难道这他喵的真能行？他拿起那颗力量果实，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还是一口咬了下去。果实入口即化，一股暖流瞬间涌入四肢百骸。江明只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，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。城主大人，感觉怎么样？江明闭上眼睛感受了一下，突然睁开眼，一拳砸在旁边的石墙上，轰隆一声，石墙应声而裂，出现一个大洞。我操！城主大人，你的力量！江明看着自己的拳头，也是一脸震惊，提升了至少3成。众人倒吸一口凉气，3成，这他喵的是什么概念？要知道，在地府实力提升一点都难如登天，更何况是3成。快把那瓶灵液给我！江明喊道。一名手下连忙把灵液递过去。江明打开瓶盖，仰头喝下，这一次感觉更加明显，他只觉得自己的灵体变得更加凝实，周围的天地灵气仿佛都变得清晰起来。修炼速度果然提升了，好东西，真是好东西！我儿子真是个天才。就在这时，一名守卫急匆匆跑来。城主大人，不好了，恶灵谷那边有动静！江明脸色一变，立刻带着手下冲向城墙。站在城墙上，他看到了让他心惊的一幕：恶灵谷上空，那座黑色的塔正在剧烈颤抖，塔身周围的怨气疯狂涌动，形成一道道黑色的龙卷风，席卷四面八方。恶灵谷内，无数恶灵的惨叫声此起彼伏，听得人头皮发麻。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就在刚才，那座塔突然开始震动，然后那些怨气就像疯了一样，开始吞噬恶灵。吞噬恶灵？对，很多恶人被怨气卷进去。江明眯起眼睛，仔细观察，果然，那些黑色的龙卷风所过之处，无数恶灵被卷入其中，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化为乌有。而那些被吞噬的恶灵，他们的力量似乎都汇聚到了那座塔。他喵的，这是在献祭！将士们听后感到不解。那座塔在吞噬恶灵，吸收他们的力量。等它吸收够了，肯定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。话音刚落，恶灵谷深处传来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。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恶灵谷最深处，一个巨大的身影缓缓站起。那是一个身高足有10丈的巨人，通体漆黑，周身环绕着浓郁的怨气。他的双眼血红，散发着令人胆寒的光芒。那是什么玩意儿？一名手下颤抖的声音问道。江明没有回答，因为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。就在这时，那个巨人突然转头望向月城的方向，即使隔着这么远的距离，江明也能感受到那双血红色眼睛中蕴含的恶意和杀意。他喵的！江明深吸一口气，所有人听令，在位，立刻加强城防，所有武器准备就绪。我去联系我儿子，让他再捎些东西过来。是。江明转身下了城墙，来到一个角落启动联络术。儿子在不在？此时的江晨正准备睡觉，突然听到老爸的喊声，吓得他一个机灵坐了起来。老爸，怎么了？出大事了！儿子，你捎来的那些武器和果实灵液都很好用，但是现在情况紧急，那座塔快要完成了，还有一个10丈高的巨人，我怀疑那是恶灵谷的终极兵器。老爸，那怎么办？你给我做更厉害的武器，装甲车和机械动物继续做，越多越好。另外，你刚才捎来的力量果实和修炼灵液也多做点，分给兄弟们提升实力。行，我明白了。还有儿子，你有没有办法做那种能远程攻击的武器，比如导弹什么的？江晨一愣，导弹？老爸，通明印才3级，导弹能烧过去吗？试试看，如果那座塔真的完成，那巨人肯定会带着恶灵大军攻城。到时候光靠咱们这些武器恐怕挡不住。我明白了。江晨郑重点头。老爸你放心，我这就开始做。结束通话后，江晨看了看时间，凌晨3点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拍了拍脸让自己清醒一些，然后开始干活。导弹他从来没做过这种东西，但是没做过不代表不能做。江晨找来一张纸，开始画导弹的图纸。他不懂导弹的内部结构，但他知道导弹长什么样，圆柱形的身体，尖尖的头部，尾部有尾翼。至于威力，反正烧到地府后会自动变成食物，应该能用吧。江晨一边画一边在心里祈祷，老天保佑，一定要好用啊。结束通话的江晨站在城墙上，望着远处的恶灵谷，脸色凝重。那座塔已经完成了，通体漆黑的巨塔高耸入云，塔尖直插天际，塔身周围无数恶灵盘旋飞舞，发出刺耳的尖叫声。而那10丈高的巨人就站在塔前，如同一尊守护神。城主大人，恶灵谷那边有动静！一名手下喊道。江明眯眼看去，只见恶灵谷的入口处，黑压压一片恶灵正在集结，为首的不是铁铠，而是那个巨人。他们准备攻城了。话音刚落，恶灵谷方向传来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。那巨人抬起巨大的脚掌，一步跨出恶灵谷，朝着月城走来。在他身后，无数恶灵如同潮水般涌出，铺天盖地，一眼望不到边。准备战斗！江明大喝一声，月城城墙上，所有士兵立刻进入战斗位置，装甲车启动，机械动物就位，重机枪架好，手榴弹堆成小山。就在这时，城中心传来一阵波动，一个传送洞开启，从中掉落一大堆武器。少爷又烧东西来了！有人惊喜地喊道。江明回头一看，只见传送洞里掉下来一堆奇形怪状的东西。这他喵的是什么？江明一脸懵逼，一名手下凑过来看了看。城主大人，这上面写着导弹。导弹，我儿子还真做出来了。他拿起一枚导弹，翻来覆去看了看，发现上面还有一张纸条。老爸，这是导弹，用法很简单，对准敌人，点燃尾部的引信，然后扔出去就行，威力应该很大，小心别炸到自己。江明嘴角一抽，这玩意儿靠谱吗？不管了，试试看。他抱起一枚导弹，对准越来越近的巨人，点燃引信，然后用力扔了出去。导弹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朝着巨人飞去。巨人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抬头看向飞来的导弹，眼中闪过一丝不屑，然后轰隆一声，一团巨大的火球在巨人胸前炸开，强大的冲击波席卷四面八方，无数恶灵被掀飞出去。牛啊，这玩意儿真他喵的好用！城墙上，
所有士兵都惊呆了，一枚导弹竟然直接把那个10丈高的巨人炸伤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都给我扔！江明大吼道。士兵们如梦初醒，纷纷抱起导弹，点燃引信，朝着恶灵大军扔去。轰轰轰！爆炸声接连响起，一团团火球在恶灵大军中炸开，无数恶灵被炸得支离破碎。那个巨人怒吼连连，想要冲过来，但每一枚导弹都朝着他飞去，炸得他浑身是血，寸步难行。继续扔，不要停！江明兴奋地大喊。就在这时，恶灵谷深处，那座黑色的塔突然亮起诡异的光芒，光芒所过之处，那些被炸死的恶灵竟然开始重新凝聚。不好，那座塔在复活恶灵！果然，那些刚刚被炸死的恶灵在黑光的照耀下，一个个重新站了起来，而且他们身上多了一层黑色的光罩，导弹炸在上面威力明显减弱。他喵的，这些恶灵又进化了！那个巨人也沐浴在黑光中，胸口的伤口快速愈合，很快就恢复如初。他低下头，血红的双眼死死盯着江敏，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：“江明，你该死！”巨人的声音如同闷雷滚滚，震得众人耳膜生疼。话音落下，巨人抬起巨大的手掌朝着月城城墙拍来。散开！江明大喝一声，众人急忙四散奔跑。巨掌拍在城墙上，整个城墙剧烈颤抖，几名来不及躲闪的士兵被直接拍成虚无。可恶！所有人集中火力打他的手！重机枪、手榴弹、火箭筒、导弹，所有的武器同时开火，朝着巨人的手掌狂轰滥炸。巨人的手掌被炸得血肉模糊，但他似乎感觉不到疼痛。另一只手掌又拍了过来，又是一掌，城墙终于支撑不住，轰然倒塌了一大段。几名手下冲过来护住江敏。都督大人，快撤！这里危险！撤什么撤？给我打！给我继续打！他抱起一挺重机枪，对着巨人的脸疯狂扫射。子弹打在巨人脸上，溅起一朵朵黑色的血花。巨人吃痛，低头看向江明。江明看到了那双血红色眼睛中蕴含的愤怒和杀意。你找死！巨人抬起脚朝着江明踩来，巨大的脚掌遮天蔽日，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。江明想躲，但脚掌太大了，覆盖了周围数十丈的范围，根本躲不开。都督大人！众人大惊失色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金光突然从天而降，直接穿透了巨人的脚掌。巨人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巨大的脚掌瞬间炸裂，整个人踉跄后退，轰然倒地。江明愣住了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他们抬头望去，只见天空中一个身穿玄色舞袍的身影缓缓降落。那是一个中年男子，面容威严，周身环绕着璀璨的金光。他手持一柄金色长剑，剑身上还滴着黑色的血液。男子落在城墙上扫视一圈，最后目光落在江明身上。江明，他开口问道，声音低沉有力：“是我，敢问阁下是？”地府督察使玄光，奉阎君之命前来查看月城战况。江明倒吸一口凉气，地府督察使阎君，这他喵的是什么级别的存在？你做得很好，以3级城池之力硬抗恶灵谷的终极兵器，还能撑到现在不容易。江明讪讪一笑：“大人过奖了，都是靠我儿子从阳间捎来的武器。”我知道，通明印持有者江晨，阎君已经注意到他了。江明心里一紧，阎君注意到我儿子了，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玄光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转头看向远处的恶灵。那座黑色的塔还在散发着诡异的光芒，那个巨人已经重新站了起来，但已经不敢再靠近。恶灵谷的异变已经引起了阎君的重视，那座塔名为怨魂塔，是恶灵谷的核心，一旦完全激活，整个地府的恶灵都会得到强化，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。江明脸色一变，那怎么办？阎君有令，命你率领月城将士联合周边各城，3日后进攻恶灵谷，摧毁怨魂塔。江明愣住了，进攻恶灵谷，这不是找死吗？大人，恶灵谷是怨气之源，我们进去就会被怨气吞噬，变成恶灵了。玄光微微一笑，放心，阎君自有安排。他伸手一翻，掌中出现一枚金色的令牌，这是阎君赐予你的护身令，佩戴此令可抵御怨气侵蚀，时限3日。江明接过令牌，只觉得一股温暖的力量涌入体内，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。多谢大人。别高兴太早，进攻恶灵谷不是儿戏，怨魂塔周围有无数恶灵守护，还有那些恶灵首领，你只有3日时间准备，3日后必须进攻。江明深吸一口气，郑重点头。玄光点点头，身形一闪，消失在天际。江明握着手中的护身令，望着远处的恶灵谷，眼中闪过一丝决然。来人，立刻通知周边各城城主来月城议事，还有联系我儿子，让他准备更多的武器，越多越好。是。江晨正在工作间里忙得不可开交。自从昨晚老爸传来消息后，他就没合过眼，一直在做武器、导弹、装甲车、机械、动物力量、果实、修炼灵液，能做多少做多少。就在这时，院门被敲响了。江晨一愣，这么早谁啊？他走过去打开门，就看到方清雅站在门口，手里提着早餐。清雅，你怎么来了？江晨惊讶道。方清雅微微一笑，我猜你应该还没吃早饭，就给你送点过来。江晨心里一暖，接过早餐，谢谢啊。方清雅走进院子，看到满地的纸扎和工具，惊讶道：“你昨晚没睡？”“有点急事。”江晨一边吃一边说道：“地府那边出了点状况，我爸急需武器。”方清雅脸色一变：“什么状况？严重吗？”江晨把恶灵谷的事简单说了一遍，方清雅听得心惊肉跳。那怎么办？我爸让我多准备武器，3日后进攻恶灵谷，所以我现在得抓紧时间。方清雅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说道：“我来帮你。”江晨一愣：“怎么瞧不起我？”方清雅白了他一眼：“我昨天做的那个火箭筒，你不是说挺好的吗？”江晨想了想，点点头：“行，那就一起干。不过你得做好心理准备，接下来3天可能都没时间休息。”方清雅微微一笑：“没关系，我陪你。”两人相视一笑，开始忙碌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地府月城城主府内，各城城主齐聚一堂。诸位，情况你们也都知道了。3日后，我们要进攻恶灵谷，摧毁怨魂塔。江城主，进攻恶灵谷可不是小事，
咱们虽然都有护神令，但恶灵谷里的恶灵数量太多了，还有那些首领和那个巨人，咱们这点人够吗？武器方面不用担心，我儿子会源源不断的送来。至于人手，你们各城能出多少人？众人对视一眼，纷纷开口。我清风城能出500人，我白玉城能出300人，我青木城能出400人。江明一一记下，最后算了一下，总共能凑出3000多人，加上月城自己的1000人，一共4000多人。4000人够了。恶灵虽然多，但咱们有武器优势，只要配合得当，一定能拿下恶灵谷。可是江城主，那些恶灵会进化，咱们的武器用一次，下次就没那么有效了。万一他们又进化出新的抗性，怎么办？哈哈，放心，我儿子说了，他会给我们做各种各样的武器。火攻不行，换雷攻；雷攻不行，换冰攻，总有一种能克制他们。江少爷真是天才啊！是啊，有江少爷在，咱们还怕什么恶灵？江城主，你生了个好儿子啊！那是，也不看看是谁的儿子。就在这时，一名手下匆匆跑来。城主大人，少爷又捎东西来了。是吗？走去看看。众人来到城中心，只见传送洞大开，一大堆武器从天而降。这一次除了常见的装甲车、机械动物和导弹，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，有通体蓝色的冰霜炮，有闪烁着电光的雷电枪，还有散发着寒气的冰晶剑。众人好奇地围过去。江明拿起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老爸，这些是新做的元素武器，冰霜炮可以冰冻敌人，雷电枪可以麻痹敌人，冰晶剑可以穿透防御。每种武器都有不同的属性，恶灵就算进化出抗体，也最多只能免疫一种属性，你们可以轮换着用，让恶灵防不胜防。众人听后无不惊叹，江少爷真是神人呐！我们有了这些武器，何愁恶灵不灭？江明也是激动不已，大手一挥，传令下去，所有人领取新武器，加紧训练，3日后攻打恶灵谷。是。此时江晨的工作间里堆满了各种纸扎武器，3天3夜没合眼的江晨正靠在椅子上，脸色苍白，精神萎靡。方清雅坐在他旁边，也是一脸疲惫，但眼中满是心疼。江晨，你休息一下吧，已经够了，你爸那边应该够用了。江晨摇摇头，不够，远远不够。恶灵谷里有多少恶灵，谁也不知道。多一份武器，我爸他们就多一份保障。方清雅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最终只是叹了口气，继续帮他干活。就在这时，江明的声音突然在脑海中响起：儿子！江晨精神一振，老爸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各城的人都已经到位，武器也分发下去了。今晚我们就要进攻恶灵谷。江晨心里一紧，今晚？对，今晚趁恶灵不备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江晨深吸一口气，老爸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放心，老子命硬着呢。对了，儿子，方清雅那姑娘还在你那儿吗？江晨一愣，看了一眼旁边的方清雅，在啊，怎么了？呵呵，好儿子，等老子打下恶灵谷，升到4级，就能回阳间一趟了。到时候老子要亲眼看到你们俩结婚。江晨脸一黑，给我滚！嘿嘿，不说了，老子要去准备战斗了。江明说完就结束了联络。江晨沉默了一会儿，转头看向方清雅。方清雅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。怎么了？清雅，等我爸打完这一仗，咱们交往吧。方清雅愣住了，随即脸疼得一下红了。你说什么？江晨挠了挠头，有些不好意思。我是说，咱们认识也有一段时间了，我觉得你挺好的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咱们可以试着交往看看。方清雅低着头，沉默了好一会儿。就在江晨以为他要拒绝的时候，他突然抬起头。好，这个回答让江晨十分开心。两人对视一眼，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气息。此刻的月城外，4000多名将士整装待发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决然之色。江明站在最前方，望着远处黑气缭绕的恶灵谷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拔出倚天剑。兄弟们，今晚我们要进攻恶灵谷，摧毁怨魂塔。这一战凶险万分，可能有去无回，但是只要我们赢了，地府就少了一个祸害，阳间就少一分怨气，我们的亲人，我们的后代就能过上更好的日子。你们怕不怕？不怕。好，那咱们就杀进去。话音落下，他一马当先朝着恶灵谷冲去，4000多名将士紧随其后。恶灵谷入口，无数恶灵正在巡逻，看到月城大军杀来，他们顿时慌乱起来。杀！江明大喝一声，身后的将士们便立马对着恶灵开火。10几名恶灵瞬间化为虚无，重机枪扫射，火箭筒轰炸，导弹飞驰，冰霜炮冻结，雷电枪麻痹。恶灵们被打得措手不及，成片成片的倒下。但是他们的数量太多，倒下一批，立刻有更多恶灵涌上来。不要恋战，目标是怨魂塔，跟我冲！众人一路冲杀，终于冲进了恶灵谷深处。前方那座漆黑的怨魂塔正散发着诡异的光芒，塔下那个10丈高的巨人正冷冷地盯着他们。江明，你找死！谁死还不一定呢，兄弟们，按计划行事。众人立刻散开，分成2队，一队人负责吸引巨人的注意力，一队人负责清理周围的恶灵，一队人负责攻击怨魂塔。江明亲自带队冲向怨魂塔，巨人怒吼一声，抬起巨大的脚掌朝着江明踩来。而江明早有准备，身形一闪躲过巨人的脚掌，同时手中的倚天剑狠狠刺入巨人的小腿。巨人吃痛，低头看向江明，血红的双眼中满是愤怒。他抬起手想要拍死江明，就在这时几枚导弹呼啸而来，狠狠砸在巨人脸上。巨人的脸被炸得血肉模糊，踉跄后退。干得好，继续打，不要停！此时江明小队的其他将士们正在疯狂输出冰霜炮、雷电枪、导弹、火箭筒，所有的武器同时开火，朝着怨魂塔狂轰滥炸。但是怨魂塔周围有一层黑色的光罩，将所有攻击都挡了下来。不行，这光罩太厚了，打不破。江明眉头紧皱，正要说话，突然听到一声怒吼。他转头看去，只见那个巨人竟然开始变异，他的身体不断膨胀，很快就长到了20丈高，身上的伤口快速愈合，力量也比之前更强。不好，他在吸收怨魂塔的力量。果然，怨魂塔周围的黑光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巨人体内，巨人的气息越来越强，越来越恐怖。江明，你们死定了！
他抬起巨大的手掌朝着众人拍来，这一掌比之前更快、更猛、更狠。散开！众人急忙四散奔逃，但还是有几个人躲闪不及，被拍成虚无。可恶！所有人集中火力打他的眼睛！重机枪、火箭筒、导弹，所有的武器同时开火，朝着巨人的眼睛射去。巨人闭上眼睛，子弹和炮弹打在他的眼皮上，溅起一朵朵火花，却伤不到他分毫。没用的，我有怨魂塔的力量，你们伤不到我。就在江明陷入苦战时，天空突然打开了一个传送洞，一个巨大的东西从传送洞里掉了下来，正好掉在江明面前。那是一尊巨大的炮台，通体全黑，炮台上还有一张纸条：老爸，这是我和清雅用所有材料做出来的终极武器，叫黑蓝炮，专门对付巨型物体，希望这能帮到老爹你。看完后，江明眼睛一亮，大喊道：所有人掩护我！他迅速调整炮口对准巨人，巨人似乎感受到了危险，脸色大变，想要躲开，但是已经晚了。江明狠狠按下发射按钮，一道白色的光柱从炮口喷涌出，直接穿透了巨人的身体，射向怨魂塔。巨人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随后他的身体也开始化作点点黑光消散。怨魂塔剧烈颤抖，黑色的光罩轰然破碎，白色的光柱狠狠撞在塔身上，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，怨魂塔轰然倒塌，无数恶灵的惨叫声响彻云霄，塔身炸裂，黑色的怨气四散飞溅，但在白光的照耀下，很快就烟消云散。赢了，我们赢了！话音刚落，他只觉得浑身一软，瘫坐在地上。周围的将士们也纷纷倒下。这一战太惨烈了，4000多人活下来的不到一半，但是他们赢了。他们成功摧毁了怨魂塔和消灭巨型恶灵，还击退了大量的恶灵，而铁凯等恶灵首领只能眼睁睁看着怨魂塔被毁，却无能为力。江明，你给我等着，总有一天我要让你血债血偿。说完，他带着残存的恶灵退入恶灵谷最深处。恶灵谷上空突然降下无数金光，那是地府法则的奖励。江明等人闭上眼睛，疯狂吸收着这些金光，他们的实力在飞速提升。江明的头顶原本有3朵金花，此刻正在不断增加，一直升到6级才停了下来。6级战士，老子升到6级了！周围的将士们也都纷纷升级，最差的也升到了3级，好几个升到了4级、5级。此时天空中突然降下一道金光，化作圣旨：越城城主江明率众摧毁怨魂塔，功劳卓著，特封江明为越城侯，统领越城及周边12城，赐侯爵府1座，金矿10座，灵脉5条，钦此。侯爵，我居然成侯爵了！众人纷纷跪下祝贺，恭喜侯爷！江明这才反应过来，都起来，都起来！今晚咱们不醉不归！众人瞬间欢呼雀跃起来。江明开心之余想起了自己的儿子，他本来想直接联络儿子的，但他想到自己已经是6级战士了，他已经可以重返阳间了。于是江明便想给儿子一个惊喜。儿子等着，老爹明天就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。此时的江晨正在院子里不停地来回走着，脸上满是焦急不安，而知道了来龙去脉的方清雅则是在一旁坐着，一脸担忧地看着江晨。也不知道老爸他们怎么样了，这么久了都没消息。江晨，你别着急，江叔叔他一定没事的。不行，不能就这样干等着，我再去做些武器烧给老爹。就在江晨准备继续做武器时，一个金色的光洞出现在江晨面前，从里面走出来的正是江明。儿子，你老爹来找你了。臭老爹，你没事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消息？哎呀，儿子，老爹这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？靠，你给个屁的惊喜，分明就是想笑我。算了，不跟你计较这个了。老爹，你们赢了没有？我和清雅做的大炮有用吗？还是说你们输了？你是恶灵假冒的老爹？假冒你个头啊！老子是你货真价实的爹。不过你最后烧下来的大炮真不错，一炮就给怨魂塔和恶灵巨人给轰碎了。而且你老爹我也借此升到了6级战士。所以说老爹你没有输，还赢了，太好了老爹！江晨兴奋地跑过去抱住老爹，而江明也抱住了独自一人生活的儿子。许久之后，两人才分开。分开后，江晨立马向老爹介绍起了方清雅。方清雅小脸一红，对着江明弯腰道：“伯父好。”“好，这姑娘不错，配得上我儿子。”“老爸，你这是夸我呢，还是夸他呢？”“都夸。走，进屋说话。”三人进了屋，江明四处打量了一下。“儿子，你这店也太破了，不行，老子得给你换个地方。”江晨一愣，换地方？换哪儿？江明神秘一笑，等着。他伸手一挥，一道金光闪过，桌上出现一堆东西，金条、金砖、金元宝，堆得跟小山似的。卧槽，老爸，你这是抢银行了？抢什么银行？老子现在是侯爵，有理是做金矿，这点金子算什么？江晨咽了口唾沫，老爸，这些都是给我的。废话，你不是想买豪车买游艇吗？拿着这些钱去买。江晨激动的浑身颤抖，老爸，我爱死你了！滚蛋！对了，还有这个。他又拿出一枚令牌递给江晨，这是通明印升级版，现在已经是6级了，以后你能烧的东西更多更厉害。江晨接过令牌，只觉得一股温暖的力量涌入体内。6级，那是不是可以烧变形金刚了？你他喵的就知道变形金刚！方清雅则是在一旁偷笑。清雅姑娘，你哥在地府也升官了，现在是越城的副统领，他让我给你带句话。什么话？他说让你好好照顾我儿子，早点给我生个大胖孙子。方清雅脸疼的一下红了，低下头不敢说话。江晨也是老脸一红，老爸，你说什么呢？说什么？说正事儿。儿子，老子这次回来，一是看你们，二是给你们主持婚礼。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江晨和方清雅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羞涩和期待。我们还没商量过。江晨挠了挠头，那就定在3天后。3天后，老子给你们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。江晨瞪大眼睛，3天，这也太快了吧？快什么快？老子还急着抱孙子呢，就这么定了。江晨哭笑不得，转头看向方清雅。方清雅红着脸轻轻点了点头。江晨见状心里一暖，也点了点头。3天后，林州市最豪华的酒店，江晨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站在酒店门口迎接宾客，而方清雅穿着洁白的婚纱站在他身边，美得不可方物。宾客们陆续到来，纷纷送上祝福。江晨，
恭喜啊！清雅，新婚快乐！你们俩真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江晨和方清雅笑着道谢，心里满是幸福。就在这时，一群女人突然冲了过来。江晨定睛一看，顿时紧张起来，是之前那些要嫁给他的女人。江晨，你怎么能结婚呢？是啊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江晨头皮发麻，正要解释，这时方清雅突然上前一步挡在江晨身前。各位姐姐，江晨现在是我的丈夫了，如果你们来参加婚礼，我们欢迎；如果来闹事，那不好意思，请离开。女人们听后当场愣住。就在这时，江明的声音突然响起：怎么想闹事？众人转头看去，只见江明大步走来，身后跟着一群黑衣人。那些女人脸色一变，纷纷退后。不敢不敢，我们是来祝福的。那就好，那我们先进去吧。女人们顿时松了口气，纷纷跟在江明后面进入酒店。江晨松了口气，感激地看向方清雅：清雅，谢谢你。傻瓜，我是你妻子，当然要保护你。两人相视一笑，手牵得更紧了。婚礼正式开始，在众人的祝福声中，江晨和方清雅交换戒指，许下誓言。江明坐在主位上，看着这一幕，眼眶有些湿润。婚礼结束后，江明把江晨拉到一边：儿子，老子要回去了。江晨一愣，这么快？地府那边还有事儿，恶灵虽然被打退了，但铁凯那孙子还在，老子得回去盯着，不能让他们再搞事儿。江晨点点头，我明白，老爸，你小心点。放心。江明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你在阳间好好过，争取早点给老子生个大胖孙子，等老子下次回来要看到孩子。江晨脸一红，知道了。江明哈哈大笑，抬手在身后召唤出一个金色的传送洞，接着江明就通过传送洞离开了。而江晨看着老爹刚才消失的地方，久久不语。此时方清雅走了过来，轻轻握住了他的手。怎么了？没事，走吧，我们回家。